蓝景怡旁边坐着的几人，看着那本预料不落的书，都开始紧张起来，心想只要他手里的书一动，人肯定是要被惊醒的。魏无羡的样子一看就是不太舒服的，已经睡着了，眉头还微微皱起。几个平时活泼点的都开始向离得最近的蓝景怡使起眼色，想让他去拯救一下那本书，弄得蓝景怡不停向一边的蓝丝追头去求救的目光。正纠结着，就见一只手伸过来抽走了魏无羡手里的书，然后就见蓝忘机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们这边，蹲下身子的同时也挡住了几人的视线。手里的东西突然被拿走，魏无羡身子抖了一下，睁开了眼睛，眼里的睡意还未褪去，却第一时间抬手摁着胸口，一脸隐忍。他这一醒来就犯恶心的症状，到了现在也不见减轻一点，明明刚才只睡了1刻钟不到。蓝忘机看他这样，也不敢再有别的动作，在一边等着他慢慢平复了，才低声问可要回去休息。魏无羡摇了摇头，回来后他几乎就一直闷在静室里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感觉自己都快要闷坏了，却又没法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的到处找乐子，肚子里的小人闹得他连逗蓝忘机的力气都快要没有了，好不容易不那么难受了，又要调侃蓝忘机，二哥哥这回可真是把我带回家藏起来了。今晨他难得醒得比蓝忘机早，精神也好，等蓝忘机起来后便说想要跟他一起，蓝忘机本不同意，可转念一想，他这段时间几乎哪都没去，怕把人给闷坏了，这才把人带了出来。我没事，就是刚才一不小心睡着了。蓝湛，一会儿下了学，你陪我出去走走吧，这段时间闷得我头晕。如果不是对面还有这么多弟子，魏无羡可能又要靠到人身上去了。两人低声说了几句，他便又催着让蓝忘机回到前面去了。再过了几日便是中秋，纵然如姑苏蓝氏这样不染烟尘的地方，也免不了要庆贺一番。团圆日，贺团圆，所以这一天云深不知处的弟子都被放了1日的假，好与家人同贺中秋。这样的日子，蓝家家宴总算不再如平日里的家宴那般死气沉沉，但毕竟平日里都是各种规矩束缚的人家，再热闹也无法热闹到哪里去，只是比往常稍微多了些烟火气，端出来的饭菜也没什么变化。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待了几年，早已对这些没了期待，只说家宴过后要带几个小辈下山逛一逛，让几个少年兴奋了好长时间。蓝家的中秋过得无甚特别，山下的镇子里却是热闹得很。魏无羡看了眼熙熙攘攘的街道，果断地让跟在身后的蓝思追等人自己玩闹去了，自己则拉着蓝忘机找了个酒楼赏月品茗。他俩选的楼上雅间刚好可以看到整条街道，也可以看到他们带来的几个小辈在人群中玩乐。魏无羡远远地望了一眼，回头朝蓝忘机道，本来是想在街上走走的，可今天人尾实太多了些，这样说着脸上便极为配合地露出了遗憾不已的神情。蓝忘机闻言认真地看着他道，若是想去，我陪你。魏无羡闻言弯了眼睛摇头，一只手状似不经意地在小腹上轻轻抚了一下，道，我可不想让我的寒光君被哪家姑娘瞧上了眼，到时候跑到云深不知处喊着非蓝二公子不嫁，可要让我这个柔弱男子如何是好？不会。蓝忘机握着他的手，神情严肃起来，我们已是道侣。我说着玩的蓝二哥哥魏无羡将他的手放到自己小腹上，继续道，小小人都已经在这里了，我相信我们雅正端方的寒光君是不会抛弃我们的。不会。蓝忘机低头看了一眼魏无羡的小腹，坤泽的身体本就生得纤瘦，天气渐凉，他又穿得多了些，这样看是看不出什么，但他却是知道的，那里已经悄悄鼓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，一个小小的生命正在里面慢慢长大。雅间的房门突然被敲响，蓝忘机起身去开门，是酒楼的伙计给他们送了饭食过来，因之前魏无羡说许久没有换口味了，所以虽然已在家宴上用过饭，两人还是点了几样小菜上来。等伙计摆好饭菜离开，魏无羡才看着桌上据说是为了庆祝中秋佳节，店家给酒楼里的客人送的小食笑了出来，这2样我可都吃不得。每年中秋之时，螃蟹黄满高肥，是以许多人家都有吃蟹的习惯，另外金秋8月又桂花酒酿造的佳期，桂花又有着富贵吉祥、子孙昌盛好寓意，中秋之夜，于阵阵桂香中仰望月中丹桂，再饮一杯桂花蜜酒，岂不美哉？
而这酒楼给送的正是桂花酒和蟹粉粥。酒还好说，粥却是闻都闻不得了，偏偏他这会儿对这些味道敏感得很，那盖子只开了一点口，魏无羡只闻了一会儿就脸色微变，蓝忘机只好赶紧将他端得远远地。蓝家教场上，年轻的弟子们正在认真钻研剑术，魏无羡坐在不远处，看他们讨论的认真，不时还比比划划，脸上也不由得露出笑来。